你看现在都是啥人？大家都看得见川普是啥人。再看 Harris， 就是那个大笑哈哈，这些人在竞选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国的变化。当然我也没说中国好啊，也肉眼可见。你看现在都是啥人？我操，通商宽衣，什么精慎的工笔画，我的这地球就两边真完蛋了。川普又挨枪子儿了，还好打他的人冲过来，离川普还有50米左右吧，在希尔顿酒店大厅里，还没冲进大厅里边呢，就被摁住了啊！特勤局把他给摁住了。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好多人说这是川普自导自演，因为说要中期选举了。这个观点呢，我不能接受，因为已经查出来他是谁了。这个人是真烦川普，自导自演肯定是找一个认识的人，然后呢把他灭了口。哎，你冲过来打，你看陈水扁枪击案不就是吗？那个小子不就是被灭了口了吗？大家见过吗？没抓住吧，对不对？杀掉了嘛，最后找的是一具尸体。我不是说一定陈水扁是自编自导自演，阿扁可能不清楚，但是有可能是他底下的人为了让他上台，因为阿扁那次必输无疑嘛。凶手如果是自导的，一定会被灭口，但这没被灭口，底儿都给他查掉了。福克斯新闻报道查到了，这个凶手叫艾伦，行凶之前给所有的人写了信，都公开了，给所有人亲朋好友，他是老师，给他学生，给同事家人都写了信，并且呢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他为什么干这件事，当然是反川普反基督教，这人是个反基督教的。他哥哥在案发前收到他这个东西觉得不对，就已经报了警了。美国也是个潦草的草台班子，他们哥哥报警，警方没有重视，他跟他同事和学生们撒谎说我去办点急事儿，他就去美国首都干川普去了。报道指出，当时白宫晚宴正在进行，觥筹交错，宾主尽欢的时候，艾伦携带多把武器，有散弹枪有手枪，强行闯入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特勤局在那儿有安检大大咧咧的，完全 relax， 这比像一道残影，风一样的男子就冲过去了，他跑得特别快。有一个特工拦他，开枪打中了这个特工，还行，特工有防弹背心，被打倒在地。其他的特工一拥而上，对他进行反击，最后呢把他打伤了，被摁在地下，没有冲进川普的那个主会场，所以呢没有对川普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艾伦的兄弟已经联系康乃狄格州，艾伦他哥哥在康涅狄格，就不在加州，跟他不在一个城市，也不在一个州，他哥哥是在自己那地儿报的警。没有用，时间来得太快了，警察估计也没有重视。FBI 查出来艾伦在社交媒体上多年连续发表充满反川普和反基督教的言论。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他过去是个基督徒，而且人也很好，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他说川普是强奸犯和恋童癖，川普特意说我不是强奸犯，我也不是恋童癖。艾伦还有个姐妹叫艾薇利亚娜，在马里兰州向 FBI 透露，艾伦最近确实是向家人发表极端言论，而且经常说自己要采取行动。艾伦曾经买了2把手枪和1把散弹枪，在家人和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枪都藏在父母家里，经常前往靶场练习射击。艾伦参加了一个组织，把他给教坏了，这个组织叫 The Wide Awakes， 就是广泛觉醒。在加州呢，这个组织参加和组织叫 No Kings， 无国王日。这些人呢都是极端的反川普，甚至是反美国、反基督。毫无意外，他们都是支持什么巴勒斯坦啊，支持伊朗，甚至目前司法部长和 FBI 都在调查。案发后 FBI 与当地执法部门连夜把他家给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是个孤狼。川普说我们再继续看吧，事实上可能也很难再有什么新的进展，跟去海湖庄园杀他和在那个大学杀克那些人都是一样的。哎，真是没办法。大家知道川普第一次耳朵挨枪那会儿，就是2024年8月，特勤局的现场有一个肥如猪的女人，那个腰围是绝对比身高长的那种身材。大家知道美国有好多那种身材，基本上就是吃麦当劳长大的。特勤局啊，女特工居然是那样的，我想她除了当肉盾，真的是没有任何用。打川普，她挡在前面，那子弹穿不过去。除此之外，她没有一个特工的任何形象。事实证明也没有，她保险是一直都不对操作的。大家以为把他给开了，但是昨天好像他又在现场。
我有脸盲，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因为第一次他戴着墨镜，这一次他没戴墨镜，论坛里边说是他，而且他更 bigger 更胖。然后这次又在那演，他演的可好了，像好莱坞一样，拿着枪，我操，手指在扳机圈外头，在这喊，就是跑不动。哎呀，我去，把美国这个草台班子，如果真的是这个老娘们的话，那川普命真好。就这种特工，我去你妈也太不专业了，跑不动，枪也拔不出来，他拔不出来枪，他的保险都是错的。这个货是干什么的？我看了一个特工直接站在川普面前挡子弹，那是男特工，确实厉害。那些老爷们咔一呼，4-5个，真的是直接挡子弹。美国总统一向如此，里根被刺的时候也是特工扑上去挡子弹。这个是特勤局的训练。很多人说特勤局是 DEI 的余孽嘛，就是当年拜登在的时候，奥巴马在的时候都 DEI 嘛，所以特勤局本来都是精壮汉子，就像习近平身边的那个特勤局是一样的，中南海保镖都是李连杰在世，我操，都是什么精壮汉子。但是 DEI 了之后又来了同性恋啊、胖子呀、女的呀，总之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那战斗力就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说是 DEI 的余祸，但是现在是川普时代啊 ，DEI 结束了，还是这么个情况啊，这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可能是他妈美国DEI 积重难返啊，草台班子。这个里边最大的看点是谁啊？不知道他是姓姜还是姓蒋，因为他是用英文汉语拼音，是个华裔。那个女孩一夜成名，是个小年轻，20多岁。川普坐中间，川普的老婆坐川普右手，他就坐川普左手。哎，他是记者团，美国记者团里白宫那个轮值主席。哎，年龄不大，哎，他就轮上了。哎，他正跟川普哇在那眉飞色舞，川粉们说他嚣张跋扈，因为他用手指着川普的鼻子。其实我觉得是错位，不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礼仪。大家知道，不是打架的时候不会这样啊。所以摄像机看是指着川普的鼻子，其实应该不是，因为80多的老先生，那个就不是川普，就是个普通老头，不是美国总统，你都不应该这样干。所以这可能性不大啊。他是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姓姜。蒋也可能是江主席的江，反正不知道他姓哪个中国词儿。他叫姜维嘉，1983年出生于中国厦门，福建的。2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哎，说到这儿，我就要个括弧，我们没有证据，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他爸他妈是偷渡来的，因为他们来自于福建。众所周知啊，福建人尤其是蓝领工作者去美国还用签证吗？2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西维吉尼亚一个仅有5000人的小镇上，叫巴克汉农长大。他的父母在当地开了一家中餐馆，哎呀，太像了啊，就是越来越像了。日均工作超过15小时，那太是了，我操，那必须是偷渡来的。蒋维嘉爸爸应该是偷渡来了，但是啊，这就是美国的魅力，既是偷渡来的，他也能实现美国梦，并且把他闺女培养的这么优秀。蒋维嘉一路是名校毕业，毕业以后呢，当了记者，在多个媒体从业摸爬滚打，就像王志安、柴静一样。先后在马里兰州的 WBOC TV 王基州杠 TV WGZ 杠 TV 纽约的 WCBS TV 担任主播和记者。2012年加入 CBS 就是大媒体了。CBS 在美国的地位大概相当于 CCTV 了，就这个 level 的，成为全国性媒体记者。2018年晋升高级白宫特派记者，就是 CBS 驻白宫的特派记者，报道覆盖了川普执政和拜登执政。2018年他去的嘛，以反川著名。这个左派记者 CBS、CNN 全是反川的，不反川他也在那儿没有位置，经常呲川普，因为他驻白宫记者，白宫记者招待会他就会去，每次他都呲川普。大家记得吧？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COVID-19， 然后川普说这个是中国病毒，蒋维嘉就直接怼他，你怎么知道中国的？啊，把川普击够呛，那就是蒋维嘉干的。2025年，蒋维嘉轮值正式出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所以他坐在川普的旁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是因为他轮上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 title， 而且是白宫记者协会成立了100多年啊，她是第一个亚裔女性，挺牛逼的。因为他敌视川普嘛，所以川粉人骂他说，昨天啊，他表现得像一只狗一样。那是曹长青说的，先是撞倒了川普，他想钻到川普的特工的那个保护阵里边，把川普撞倒了，没钻进去之后呢，像个狗一样爬出去了。我个人觉得曹长青是不是有点他妈川粉过头了啊？我看了那段录像了。第一呢，他没有推倒川普
川普是摔了一跤，毕竟80多了，那一大堆大汉呼住他了，满身大汗往后跑，那老头一个趔趄，跟蒋维嘉没关系，蒋维嘉能他妈把他给推倒了吗？不可能啊！所以这扯淡。第二，说他像个狗一样爬出去，他爬出去了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在主席台上坐着嘛，大家懂吧？主席台嘛，然后他妈枪手来了，叮当奔着主席台要开枪的话，那主席台上的人肯定是要都趴下呀。那么谁还在那儿？我操，冲我来，干这是吧？那么他离开的话，肯定要趴着走啊，这又无可厚非啊。为什么说他像个狗呢？所以这个就是有点他妈的喷粉了啊！但是确实是狼狈不堪，吓尿了。正常女人啊，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啊，无可厚非，因为你是个女性，没见过这种阵仗，你可是记者呀。大家知道记者是不一样的，记者你是有冲锋陷阵的这个义务的，这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如果是老师的话，在地震的时候，你不能先跑的，因为你是职业的特色。遇到这种突发事件，作为记者来说，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吧？你怎么能像个狗一样爬走了呢？虽然曹长青骂你像个狗一样爬，他确实是四肢着地爬的。作为一个记者来说，确实不合适。当时这么几个看点，我给你们还原一下，因为国内估计没有机会看这一块。第一，当时川普在干嘛？当时啊，川普和他老婆美拉尼亚，还有姓蒋这个女的，正在看一个近景魔术，旁边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据说叫读心术，其实就是近景魔术的一种。哎，你心里边想个字儿，我给你一张纸，你看是不是这字儿？哇，真的是！大家看过我的玄学频道啊，那个辽阳王大师，那就叫读心术，美国也有。无论你心里想一个什么字儿，我先写好，拿在我手里，就拿一张纸，你想一个字儿，你看是不是这字儿啊？这就叫读心术。正在表演这个啊，美拉尼亚和蒋维嘉都张大了嘴，那个就是所谓魔术师吧，就让那个美拉尼亚想一个词，然后他给看。美拉尼亚说就是这个，然后嘴张这么大，蒋维嘉嘴张的比美拉尼亚还大。川普倒无所谓，见多识广了。正在这一幕，然后棒棒响枪了，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正在干的事儿。第二呢，就是川普确实摔了一跤，一个趔趄，那也是因为特工在护着他走的时候，他没走稳，而且川普是最后撤的。主席台上，川普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第一时间像个兔子一样撤的是万斯 J.D. Vance， 年轻啊，比我还年轻吧 J.D. Vance。J.D. Vance， 我操，枪响之后不到4秒，3秒多钟，噌一下就跑了，确实是年轻，他妈是体能真好，反应也快。特勤局的特工还没来 ，J.D. Vance 自己先走了。这他妈要把川普打死 ，J.D. Vance 就是美国总统了，那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就是他派的。我操，他反应太快了。但是啊，我开玩笑的，事实就是他真的是他妈反应就那么快。第三个亮点就当时的美国的国防部长就是那个海格索斯大卫。美国5星陆军上将也在底下主桌之一，正在那吃呢。砰砰，枪一响，我操！海格索斯，大家看过那个《动物世界》里边有一种土拨鼠，总有一个这样站着。别的土拨鼠在吃饭的时候，总有一个这样，很警觉，他防着鹰。海格索斯当时的反应就咵就站起来了，巡视四周。别人都是他妈趴在桌子底下，海格索斯就是半蹲半站，进入那个战斗状态，那叫 compad。那种状态，我操，这扫视非常的牛逼，很专业，真没丢人。我操，要海格索斯大卫也他妈爬着走的话，那就是美国真是草台班子了。我弟弟卢比奥在场吗？在场，铁溜啊，卢比奥也在场。特工中枪的怎么样呢？没事，他穿这个防弹背心，质量非常好，挨了一枪，确实是，但是呢，没有致命。这个特工状态挺好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而且非常自豪。川普总统代表所有的人告诉他，我们爱他，尊重他，确实是职业。特勤局和警察局的表现也都不错，这次实话实说，表现的非常的及时。第4个看点就是美拉尼亚总统夫人非常迅速，她的反应，她没丢人。川普描述到，当时我正和我老婆并排而坐，忽然听到一声巨响，起初我以为是餐盘掉到地下了，银质托盘掉地的声音。他说那是很响的声音，我想是不是托盘掉了？我听过那个托盘掉下来的声音，就是那么大。然而美拉尼亚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他告诉我那是个不好的声音，他比我反应更快。随后两人在特勤局的护送下离开现场。川普坦言，当晚的经历对美拉尼亚而言是一次相当震惊的经历，因为川普经常挨枪，美拉尼亚在场第一次。这个美拉尼亚的表现把那个姓蒋的中国小记者姜维嘉彻底比下去了，都是女性。美拉尼亚这对她来说是令人震惊的，但她表现非常好。第5个看点，
川普曾经力争留在现场，最终服从安排，特勤局把他给架下去了。这老头真刚啊！因为那次他挨枪，大家记得吧？2024年8月，还起来他妈的挥手挥拳头。川普透露，事发后他本人强烈要求留在现场，继续当晚活动。我拼命想留下来，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病态的人改变我们生活的轨迹。然而，特勤局和警察认为我们不能确定只有一个孤狼。如果是团伙作案，现在是摁住了一个，如果还有，那就是危险了，必须立刻撤离。川普呢，只能是尊重安排。卢比奥、万斯、海格索斯随后都被特勤局护送离开现场。海格索斯拒绝接受协助，武将啊，他拒绝特勤局保护自己。他叫 Peter 不想任何人帮他，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帮助，被迫接受了，因为大卫现在已经是国防部长了，国家领导人了，我操，这刚不行啊！第六看点，川普本来是有演讲稿的，要怼他们，因为在场的所有的记者99%都是反川普的，他们都是左派的。川普透露，事发前他已经准备好了稿子，措辞极为强悍啊！我本来打算大干一场，我身边人看过这个稿子的对我说，你要是这么说，川普总统，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不恰当的演讲。他说我他妈的没念成啊，出了这个事儿我没法发表了，下次就得会变得温和一点，但会很无聊啊。第七，不向暴力妥协，30天内重开活动，就是记者协会见总统这个活动30天内要重办一次。嫌疑人目前确定最大可能是个孤狼，代理司法部长表示要彻查此事。大家意识到没意识到，就是他妈天选之子，在完成任务前上帝不收他，发现了吧？这个美国川普是天选之子，中国习主席也是天选之子。目前世界处于一个变化的周期中，大洋两岸各有一个天选之子，你就死不了。前2天不是传出李乔明如今上将也干他，这俩都死不了啊。那中国那边都是专业人士干，川普这边虽然不是专业人士，哎呀，但是他们干不了。这些记者太丢人了，竟然还有人顺水，顺酒水，没错啊，我忘说了。我操呀，那个记者啊，作鸟兽散了吧？有些记者居然，我操，把酒啊，桌上的酒就往怀里塞啊！我操，这个吃相也太难看了。大家如果参加过美国这种政府活动，知道那个这跟中国不一样啊，他跟中国国务院、什么党中央、国务院用铁盖茅台招待大家不一样啊。美国的这些公务酒都不是好酒，100美金一瓶吧，也就顶了天了，200美金，没有好酒，那红酒什么的都是很一般的。我操，往他妈的怀里揣啊！这帮记者啊，真草台班子呀！顺红酒没错，现场都是摄像头都给拍下来了，什么玩意儿啊？这王洪文的弟子，这卢铁流不对，王洪文拿钱买，去人民大会堂买1块钱一瓶，他妈王洪文也没现场顺啊，这什么现场顺啊？和中国人一样，就是我跟你们讲，我的名言啊，美国人跟中国人太像了，这2个国家的人性啊特别像。除了不讲英语，另外一个不讲中文，如果要是双方语言一样，那简直就是他妈的亲兄弟啊，那个潦草啊。总而言之啊，川普这个事儿是个闹剧，说明什么呢？其实挺悲哀的，虽然我们听着因为他很不专业，在这里边他妈是闹剧、草台、潦草，但是呢，这也是美国的悲哀。伊隆马斯克今天说了一句名言，我认为伊隆马斯克说的这句话特别有分量。他说，如果这些人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所谓的政治这个意志，都敢于去杀人，就是杀川普去了嘛，敢于去犯罪，敢于去杀人。如果他们真的有了权力的话，他们会做什么？这话说的太好了，这不就是共产党吗？为了他的政治理念，他敢于杀人的时候，一招权在手，他还有什么不敢干？没有权力的时候，他敢杀人；有了权力的时候，他就会系统性的杀人。人命不是什么。假设他把川普真的干掉了，那 J.D. Vance 就是美国总统。大家知道 J.D. Vance 比川普还右呢，他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把他们都干掉，那是可能吗？这种人他的出现，美国2党政治之间出现你杀我我杀你的这种情况出现，真的是只能会让美国社会更加的撕裂，已经很撕裂了。现在的美国和我们刚来的时候，甚至我们来之前的那个美国，就是小布什入主白宫的时候，上一任是克林顿，给小布什写了一封很温馨的信，这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政治敌人啊。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以前美国的
共和和民主两党啊，其实它的骨干力量都很沉稳，都很传统，甚至有一段时间你很难分清谁是共和党候选人，谁是民主党候选人，都是老绅士。美国传统的新教徒，非常传统，没有任何绯闻，没有任何不好的家庭习惯的这种传统的美国价值观的代表者，两党的候选人都是这样的。彼此之间的选战虽然充满了战火，但是选战一旦结束，胜负既分，非常绅士。输的人叫相忍为国。小布什跟克里吧那次竞选的时候出现泰，大家知道就是你在赌场就是平局，出现了平局啊，两个人的那个票就很难算谁赢谁输。克里候选人就是退一步了吧，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20年以前美国还是那样的，选战结束难分胜负的时候，其中有一方很绅士，退一步，好了，我输了，你赢了，希望你为美国人民做更好的服务，因为我如果继续跟你斗争，会伤害美国整体利益。我们不是为了权力斗争，我们是为了美国人民服务。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很尴尬，那你上。这是他妈的真正的美式的选举啊！以前是这样的，弟兄们，现在变成什么呀？现在变成，我也不想说川普是什么绅士，川普不也赖着不走吗？有人给他画漫画，被Joe Biden给扔出白宫去了，也没给Joe Biden写什么信。克林我还记得是个绅士，对不对？大家记得吧？我清晰的记着当时的那种感人。克里先生就是真的那么高尚，在这么大的权力蛊惑下，说我不做了，不争了，再打下去的话，劳民伤财了，你来干，真的牛逼啊！你看现在都是啥人？我不是说川普水平高啊，就是大家都看得见川普是啥人。再看 Harris， 就是那个大笑哈哈，都是啥人？这些人在竞选美国总统，我的天哪，这就是美国的变化。再往前，里根，就是全是这种非常牛逼的人啊，很佩服他们的那种状态，他的谈吐，他的儒雅，他的高尚，肉眼可见。现在我去你妈，他们的谈吐，我跟你讲，川普就是满嘴小学生语言。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他？因为满嘴小学生语言。Harris 就是跟他贺锦丽，那更是贺锦丽除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没有听见过贺锦丽说出任何什么动人的这种美国总统该说的话，贺锦丽几乎一句没说过。冷不丁的就来那个，我操，吓人倒怪了！你就是大黑天的，你在这笑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值得笑？就哈哈哈哈，那是个美国总统的样子吗？当然，我也没说中国好啊。中国也肉眼可见，你看现在都是啥人？黄土高坡上的小学生都来了，我操，通商宽衣，什么精慎的工笔画，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你知道他们吃屎，他们都说不出来。江泽民同志都恨不得自己没有机会说几句其他的国家的语言，我操，小叔子一输哦。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我跟挖了谈笑风生，这是他妈的老姜。人家他妈的水平够啊，他妈学历至少在那硬的 ，IQ 算力至少是实打实的。你看妈的现在都是啥人？我操，这地球就是两边真完蛋了。奥巴马给川普留了贺信，奥巴马还是最后一个写贺信的，川普他们以后就不再写了。戳力同心，对吧？教皇那个老派，我操，我记忆犹新。他一戳力同心，我当时就被他戳爆了，我操，戳爆了我的气门芯了，以至于现在全中国好像都改成戳力同心了。我他妈怎么记得是戮力同心呀？怎么变成戳力同心？不是杀戮吗？是杀戳吗？是杀戳死你吗？操，真的是啊！原来还嘲笑过老姜，现在才知道老姜是天花板。我操，说的一点没错。老姜在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他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操他妈！老姜和朱镕基在位，我们还天天骂老姜，说他是戏子，一点沉稳劲儿都没有。另外嫌他老婆丑，出国访问带着他老婆，他老婆是不是叫王冶频是吧？姜主席的夫人，就是叫猫头鹰嘛。老太太老了嘛，老姜没办法。这现在看，我去他妈的，这不都是天花板吗？这他妈的，人家丑归丑，人家就说明糟糠之妻不下堂啊，这是他妈好事啊！你现在这倒是娶一个他妈野戏子，行了。
戏子是温家宝，哎呀，温家宝大家也骂他戏子，没错，我又来晚了，然后骂他，你怎么老来晚啊？你能不能不干呀？操，这温家宝、赵姜就差了一截那就是胡温、赵、姜曾，差了一截哎，真是一茬不如一茬。江朱、齐师赵、赵子阳、胡耀邦他们还是差一层的。要是李元朝陈良宇上位，哎，是陈良宇水平是非常高的。现在陈吉宁也不错，我们希望陈吉宁这样的人能够上位吧。好了，就这样啊，拜拜，弟兄们再见啊，再见再见，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